生出相思寸缕，情深不知从何而起。一步一趋，日暮晨昏，却交付自己。何为爱，又为何期待？朝朝亮起。若为有一人懂我倔强任情，坚守的只曾是你。若为有一人可度飘摇风雨，流离的归处是你。若为有一人护我夙夜长宁，此生的安然是你。愿交付的背后，交我的双手是你。若能许下一世长愿，岁岁如寄。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呀，这规矩它不能坏了呀。我倒是有些嫁妆私产，在城南街有几间铺子。若是万老板实在还不上账款，便用我的铺子抵吧。不，少夫人，这怎么能拿您的嫁妆抵呢？万万不可，万万不可！不行贺掌柜，我们顾家商好，是不是有个规矩？能抵押就能赊账。哎呀，规矩是有，少夫人。既有，按规矩办就是了。少夫人，您为何这样帮我呀？我万某承受不起。万老板，您受得起，这是我身为一个顾家人，应当为您做的。顾家虽有万顷大厦，但这些财富都是承您这样的老主顾和生意伙伴往来进货销货才得以聚集。如今生意难做，我们才更不能只顾自己。我虽是小辈儿，也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万千商贾看似各有门户，实则同气连枝，荣损与共。今日万老板若能绝境逢生，以后财源广进，便再来我家光顾。若是关张停业，那我们顾家就少了一位老主顾。若是10个、100个万老板都停商不做，那我们顾家的生意怕也是做不下去了。少夫人，道理您说的都对，可是顾家与江南数百家商行都有生意往来呀。若是家家都周转困难，您这样的大发善心，那手里能拿得出多少私产嫁妆无私相助啊？这还是不妥当。贺掌柜，您放心，晚辈并非鲁莽行事，我愿意私产为万老板做抵押，不只是因为方才说的那些话。实不相瞒，今日我细细看了账簿，发现万老板每次采买虽算不得大单，但是月月都来，是顾家的忠实主顾。不仅如此，3年来每一笔订单都是按时缴纳货款，生意好时还会提前清缴，可见是体面守信之人。这样的人，若不是遇到绝境，是绝不会请求赊账的。这样的信用，本就值黄金万两。少夫人，谢谢。可您毕竟是新进门的女眷，我怕东家回来，我不好交代呀。少东家都发话了，你还不照办？哎呦，东家回来了。娘，你回来啦？怎么都瘦了？我也瘦了，都作腮了。娘，今日的事是玉茹自作主张了。你做得对。贺掌柜，哎，你现在就带玉茹和万老板去做规矩，签字画押。是。万老板，少夫人，请。
玉茹这孩子真是不错，有见识，有决断，有担当。是啊，很有我当年的风采。哎，将来啊，他必成大事。确实，顾家的家业，早晚得交到他的手上。没错。那我手里，哎，刚才我说的这些话，你可先别告诉玉茹啊。全没了。好，抵押完成，4月25日之前以账还抵，契约一式3份，二位请收好。少夫人，请受万某一拜。快请起。若不是您，我家的100年老店必得毁于一旦。我妻儿老小还有多年的伙计，也得随着我受苦啊！今日的恩情，这不知该如何报答。应该的，无需报答。少夫人放心，我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信任。我这就回去盘活筹款，告辞了，刘老板。柳老板，柳老板，蓝孝坊赌局共计8000两，砍头债计出63000两，5分利。等等，砍头债63000两，这数字不对啊。万老板周转不开，应该很快便回来结债。借给他5000两，给他记6分利，他不会不肯的。不然，他这100年老店就要完了。听说顾家给万老板赊账了，哪来的抵押物？说来奇怪，是顾家新娶的那个少夫人，拿着自己的嫁妆产业做抵押。主任，您说这是不是多多怪事，闻所未闻？又是这个顾少夫人，真是越来越有趣了。去，查查她的底细。是。刘如，你这大晚上不睡觉，跟这傻笑什么呢？你那铺子都抵出去了，怎么还这么高兴？这个铺子比得值啊！你知道今天万老板叫我什么吗？叫你什么呀？他叫我柳老板。那怎么了？你不懂，从前没有人这样叫过我。今天我在押契书上签上自己名字的时候，柳玉如，一笔一画，我当时这心里啊，就好像好像什么呀？我也说不清楚，反正就是不一样。从前，柳大姑娘、顾少夫人，都不是我自己。旁人怎么对我，都是看别人的脸面。但今天，他们不看别人的面子，看的是我自个儿的面子，对我敬重，叫我柳老板。行行行，柳老板，你要是高兴，我以后都叫你柳老板，开心吗？柳老板，开心啊！但是光你瞎叫有什么用？从今天起，我要当真正的柳老板。顾九思，我想学做生意。这有什么难的？你要是想研究学问呢，这差点意思；但是想做生意，嫁给我你还真是嫁对了。那你觉得我能做生意吗？我行吗？我觉得你行啊，而且我娘今天还说，说什么？没什么，她也觉得你行。
太好了，我也想像婆婆那样，凭本事赚钱，赚好多好多的钱，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根本。到时候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全凭自己，那多痛快！就把你开心了，傻丫。哼，哎，顾九思，照这么说，没准儿你那个和离的主意，还真能行得通。等我挣足了钱，有了自己的商号，就和离，遂了你的心愿。到时候呢，你是你的顾大公子，我是我的柳老板，咱们皆大欢喜，好事成双。啊，夜深了，睡吧。哎，你别睡啊，我一点都不困，我恨不得马上到铺子里。我明天还要去学堂呢，先睡了，柳老板。哦。柳老板，柳老板，柳老板。小心台阶。郎君，你等等我，今日我与你同城。行了，不用送了，我自己可以的。你回去多睡会儿啊。不是送你，我想借用你的马车，顺路送我去趟铺子。走啊，别磨蹭了，我今天有好多事儿呢。走啊，郎君。你怎么垮着个脸啊？没有。你怎么不多问2句啊？问什么？问我为什么不高兴？没看我都不说话。我刚不是问了吗？你说没有。啊！我说没有你就不问了？你再多问2句我就说了呀，一点诚意都没有。那个铺面是不是所谓的黄金铺面啊？是。难怪，开在街心，若步行逛到这儿，刚好晒得慌，路过的人都不禁想要进去转转。最适合做那种茶饮、胭脂类的小宗生意，真不错。哎，你刚才说什么？没什么。黄金铺面。石安兄，此番乡试中榜，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感谢，我此次回来是来看望恩师的。哎，这不是顾九思的马车吗？是啊，对啊。哎，郎君到了书院要好生读书，别惹学究生气。
若是觉得累了，就再坚持坚持。行，我知道了。怎么了？顾兄，久违了。哦，玉茹妹妹，不知可否一叙啊？你去便是，不需要经过我同意。多谢郎君。玉茹妹妹，谁呀她？凭什么这么叫？人家是青梅竹马，倒也不足为奇吧？你谁的人说什么呢你？啊，听听，他们说什么呢？你快点。玉茹妹妹，过得还好吗？一切都好。可是我听月儿说，你下嫁到他们顾家是被逼迫的。他顾家势力再大，也不能强娶啊。若你真的受了什么委屈，定要告诉我。当日是玉茹愚钝莽撞，错把良缘当作凶险，让叶公子误会了。你跟顾兄是良缘？是。郎君与我是天赐良缘。若真是天赐良缘，你怎会提着刀去青楼找他呢？玉茹妹妹，我知道你生性怯懦，若真的受了委屈，你定……叶公子，我生性并不怯懦，也没受什么委屈，更不会忍辱负重，让叶公子挂心了。玉茹妹妹，叶公子，如今我家主人当称顾少夫人。说得对，是我失言了。叶公子，还未恭喜你秋闱高中。那也恭喜顾少夫人燕儿新婚，恭喜！多谢。聊完了，聊什么了？没听太清，就听见了一个什么恭喜高中。高中？高中有什么了不起的？你看他那个德行，这人最坏了。聊完了？啊，那你去铺子吧，我上学去了。郎君，不问问我方才聊了些什么？有什么好问的？那就好，那我走了，好生读书。迟早有一天，我也会让你恭喜我高中。不是我，公子绝对没有让我去偷听您说话，都是他自己猜的。我一猜他就说这个。是，那是自然了。哎，玉茹，你心中的好男儿如意郎君，是不是非得高中啊？那倒也不是。可你从前很欣赏叶传。从前是从前，现在你既已是我郎君，那便是缘分使然。不管如意或不如意，我都会同你好好过。你不用和旁人比。
无论如不如意，我都会同你好好过。他这话什么意思呀？啊，是不是说嫁都嫁了，凑合过呗？即便心里不满意，然后嘴上也就不说，是吗？好像是这个意思吧？勉勉强强的嫁给我，真没意思。公子娶她不也是勉勉强强？扯平了。顾兄，顾兄，你我早就相识，同窗一场，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不当讲就别讲。哎，行吧，那我就直言不讳，不兜圈子了。你自小随心所欲，不拘小节，可如今已成家为人夫，是不是应当修身自律，善待尊夫人啊？我和我夫人怎么样，关你什么事啊？尊夫人与佳妹是手帕交，也深得祖母厚爱。我呢，也算看她长大的。若是因为她嫁于你而受了什么委屈，那她既然嫁给了我，我便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我会把她视为心头肉、眼中珠，我会把她视作我的命。她若是想要，就算是星星和月亮，我也会摘下来给她。叶珊，这论读书考取功名，我是不行，可论如何为人夫君，还轮不着你教训我吧？哼。公子，公子，你刚才的气势，把叶氏安噎的没话说，就是听起来跟真的似的。什么跟真的似的？就是说少夫人的那些啊，听起来还真有点像肺腑之言，听得我竟然还有几分感动。哎，公子，你该不会说的就是真的吧？不该问的别问。啊，对了，公子，那咱等会儿逃学去哪玩呀？我先去准备着。玩什么玩？好好上学。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爱。孟夫子这句话是说，人在少年时会敬爱自己的父母，等长成了少年，情窦渐开，便会怀春动念，恋慕美丽的女子。笑什么？没见识！《诗经》有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知慕少爱，乃是大雅。顾九思，顾九思。顾九思，九思，先生，啊，心猿意马，魂不守舍，胸无点墨，还不好好听课？你，给我上来，把这一篇背一遍。孟子，行了，知好色。今日若背不出此文，给我抄20遍。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爱。有妻子则慕妻子，士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衷，大孝忠慕父母。50而慕者，与于大顺，
尽之矣。日头打西边出来了，不久四十万全都会背，还一个字都没错。你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大的长进吗？为什么呀？因为啊，他的夫人会耍大刀啊！九思他肯定吃了大苦头啊！你背下去，顺往于田。顺往于田，则无既得闻命；豪气于民天于父，则无不知矣。公民高曰：“是非而所知也。”夫公民高以孝子之心，为不若是甲。我竭力耕田，公为子之而已矣。父母之过爱，于我何在？好，太好了！好！我，是啊。可是经商诸事，我跟随婆婆耳濡目染，才会了些门道皮毛，我还有很多东西要学。这个幽州来的周老板，采买货单动辄千件万件，这是一笔大生意，不是寻常小客。光是这单生意也就罢了，若是能借此打开幽州的客源，那才是络绎不尽的订单。这样大的生意，我万一弄丢了，或是没办妥，岂不是损失颇多？我只是一个新手，我怕我不行吧？那你做还是不做啊？你若不愿意，我倒也不勉强。我做。见过顾夫人。周老板久等了，请坐。请。久闻顾夫人出身名门，聪慧过人，为顾家打下了金玉满堂的家业，乃江南首屈一指的商业奇才。周某也是佩服不已。如今得见，没想到您竟然生得这么年轻啊！周老板误会了，主母江氏是我婆婆。我是顾家的长媳，还请您见谅。周老板是贵客，我定会尽心尽力做好这桩生意。承蒙关照。这是我此番的采买清单，还请您过目。邵将军，要不要再看看别家？顾家商号口碑一流，货品齐全，整个扬州不出其右，是绝佳的选择。采买军需，毕竟责任重大，顾家竟让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子出来做生意，我还是不大放心呐。女子又有何妨啊？顾家的主母也是女子。至于说年轻，倒也无妨。方才我与邵夫人进行沟通的时候，我发现她是一个思绪敏捷、谈吐得体的清爽明白人。纵然顾家可靠，可让一介幼主出来掌舵，若使唤不动那些旧臣老兵，恐怕也难成事啊。这样的事情，我们在军中见的还少吗？此番出行，我们是以商人的身份，作为商人，当然是要货比三家。从明日起，我们多接洽几家商铺，以作备选。是，走吧。邵夫人，哎，怎么样啊？掌柜们着人回话了，都说忙得脱不开身，一时来不了。一个都来不了吗？
那他们回话的时候，可说什么时候能来？都说近日事务繁多，说不准呢。少夫人，他们这分明就是欺负咱们吧？各铺掌柜是顾家商号的老人儿，他们见多识广，看我们年轻，这个下马威，我们怕是非吃不可了。罢了，我明日逐一上门去问，只要事情能办成，怎么都好说。可他们这么怠慢，只怕少夫人亲自上门，他们也不配合，那可怎么办啊？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总会有办法的。来，玉茹，你多吃点儿。多谢娘。对，多吃点。近几日生意上的事儿还顺利吧？挺顺利的。哎，那就好。咱这儿媳妇儿啊，真能干。是啊，咱们两个老的操心了半辈子，将来总算有指望能省点心了。哎，玉茹，再尝尝这个。来，玉茹，吃个排骨。玉茹啊，来，吃块鱼。你近来读书怎么这么认真？我竟然一次都没有抓到你偷懒。不行啊。行自然是行，但是人突然转了性子，总有个缘故吧？那我自然是有缘故，那我也不跟你说呀。你这傻笑什么呢？心浮气躁，有好事啊？是顶好的事儿。我最近接了一桩生意，还是桩大生意。幽州来的商客，一出手就是8000个牛角，2万件革褂，6万件短皮衣，还有无数的零散货品。我估摸着是1周的军需物资。这样的好事，由我一个人全权经办。哦。如果顺利的话，光这首单，你猜能挣多少纯利？多少？3万两。3万两还嫌少？3万两，那也就是小爷半年的零花钱。那能一样吗？你那是爹娘给的，我这个是自己挣的，能比吗？你这不还没挣到呢？你觉得我挣不到？我今天跟那个周老板相谈甚欢，很快就会定下来的。你真就觉着这生意这么好做？我跟你说，单子越大，变数越大。6月天商客连，谈得再好，说变卦就变卦。一日不纳定金，这事儿一日就定不下来。就算是纳了定金，要是盘算错了关节，
到期交不了货，那别说是赚钱了，还得倒贴人家去，还挣了3万2，你不给家里面赔钱就不错了。那就算是这样，只要我努力，办法总是会有的。别说是3万2了，就算是10万、100万，我也能挣。我有信心。100万？哦，有信心是好事。哎，哭了？不是，你为什么哭呀？你……我根本就没信心。啊，没信心就哭？那我不想赔钱，这么大一笔生意，这让我赔我怎么办？哎呀，赔就赔了，咱们俩有的是钱。我不想赔钱，我想挣钱。挣都挣，把这个钱都挣。可是我又怕我做不到。他们看我年轻，都不听我的，也不配合我。这几日我上门询价，连个人都见不到。那你今日为什么不和你娘说实话？他只要一开口，那些老掌柜都不能懈怠。不能一上来就让娘替我出头，这样他们以后更不会服我了。还挺有志气。这不是有志气，那是什么？哎，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怎么知道啊？你呢，想证明自己，怕娘亲失望，所以就逞强了，是不是？你呢，希望自己能行，是块经商的料。但毕竟没做过，心里直打鼓，是不是？你呢，希望别人心里踏实，就装作自己能行。那这牛吹出去，事情又做不了，没法收场了，是不是？你怎么知道？谁没个赶鸭子上架的时候？我不也是一脑热就答应你要剖析功名吗？是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行。原来你今日这么用功读书，是为了我，怕我失望？也不能这么说吧。大丈夫嘛，就要一言九鼎。其实以前我学业不差，再温习而已。顾九思，谢谢你。刘若，咱们要不要打个赌？赌什么？就赌你当上柳老板，赚他个100万两；我呢，金榜题名，考中解元。你中解元？怎么了？你不信？信。其实不太信。不信就赌啊！看是你先赚上100万，还是我先考到解元？赌就赌。这样，咱们呢，谁先达成目标，谁才有资格提出和离，怎么样？这赌约总得有个赌注嘛。好，我一定早日挣到100万。也不急，慢慢挣，慢慢挣。顾九思，你别小瞧我，
我哪敢小瞧你呀？那全扬州城谁不知道我顾九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你这大刀永侠。你不仅会用刀，你还会哭啊！一哭我这汗毛都竖起来。我听见这水流就想起你那哭泣的眼眸，真是落下病根了。行，你中解元，我挣100万，说定了，击掌为约。好，击掌为约。少夫人醒了，您这些日子总是烦心，难得能一觉睡到天明。郎君呢？上学去了，没有人叫，自己就早早起了床。临出门时还边吃早饭边看书呢。啊？嗯。这是什么？锦囊。做生意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你身在扬州，嫁进我家，又得了我娘的赏识，天时地利你有了。至于人和嘛，小爷我有办法，助你各个击破。木料行的马掌柜，新晋擢升，资历最浅。别的老狐狸或许真想置你个下马威，他却未必。他眼下最想要的是靠山，你只需避开其他人，私下略显拉拢，他便会前来迎合。少东家，哎呀，前日啊，都怪通报的人没有说清楚。要知道是少东家您的传召，我就是不睡觉也能挤出时间来见您。写信自己静静，晨窗棂明明好借风月形容你。你若有梦分我听，我愿静静一朝一夕同你行。哪怕是崇山峻岭，是孤帆远影，我都认定陪你寻。可见这风儿轻轻，雨儿轻轻，轻轻换一身清静，轻轻让我的深情和你的身影轻轻地相映。看清这月儿明明，风儿轻轻，轻轻照我的情景，轻轻听我的愿景。老去，可见这风儿轻轻，雨儿轻轻，轻轻换一声轻轻，轻轻让我的深情和你的身影轻轻地相依。看清这月儿明明，风儿轻轻，轻轻。